无论是电饭锅坏了还是电脑，这根电源线千万要留下来，只需要简单处理一下，使用价值立马翻倍，生活中处处可用。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电饭锅呢已经成为了家庭中必不可少的厨房电器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器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如内胆损坏。在很多人眼里，一旦电器出现了问题，就只能选择将其扔掉或者更换新的。但其实作为一名专业的视频制作者，我可以告诉你，对于电饭锅这样的小家具，只要您动动手脚，稍加维修，它的使用价值就能立马翻倍。下面就来让我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电源线的利用方法。注意观察电源线，检查电源线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比如破裂、断裂或者是外皮破损等。如果没有，就可以将其好好利用起来啦。首先呢，我们把接电饭煲的这一端，把这个接头给剪掉，也就是品字头的这一端。接下来我们把电源线最外层的胶皮给剪下来，注意操作，不要把里面的筒子给剪断了。像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个电线，或者是电饭锅上面的这个电线，它这个内部呢都是有3条线的。我们拨开，现在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里面呢看一下，有一条棕色，一条蓝色，还有一条呢是黄绿色，也有的是一条绿色。像这条线呢就是它的地线，然后另外2条线呢就是它的零线和火线。接下来我们分别呢给它拨出线头，保留那根黄绿色的就好，先不管它。好了，把胶皮剪下来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这样把这个线呢给它像拧毛花一样的拧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相对瓷实一些。2根都拧到位了，这样后期在使用的过程中才不容易出现火花等问题。然后我们把这根黄绿色的给它剪掉，凭其最外层的黑皮剪掉就好。现在就简单的处理好了，先将其放在一边。这种活动排插大家都很熟悉吧？不管装修的再怎么豪华，大家呢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家里的排插呢老是不够用，而新买的插板呢是没有电线，只有插板。主要是不带线的更实惠一些，带线的价格会是这种的2到3倍，实在是没有性价比呀。那今天您刷的这个视频就是赚到了，又为您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销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用螺丝刀打开插线板，螺丝一般是10字螺丝刀，少部分一些防破坏的防10字拆开的插线板是用的是异形螺丝，需要用异形的螺丝刀拆螺丝，可以找电工借用，或者是到5金店购买或者网购。跟着将插线板上的对应接线柱的螺丝松开，松开就好，不用取出来，免得待会儿找不到了。刚刚处理好的电源线拨开线头的位置，我们把它折叠起来，这样可以扩大它的接触面积。然后我们将其分别插入2个接线柱内，并拧动对应接线柱上的螺丝压紧。亲爱的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感谢您的支持。2根电线都接好了，然后插线板电线入口处的压线条螺丝呢再压紧。这个压线条的作用是固定电线，避免拉拽活动导致松脱。然后将接线端口盖板合上，螺丝拧紧，
接下来把插线板插到插座上试下，看看有没有电。哦，有了，可以正常使用啦。插座上有通断开关的，要打开开关；有通电指示灯的，插板通电后呢就会亮起。试完了没问题吧？这样一个移动插排就制作好了。有一些像插排，我们买的时候呢没有电源线，或者是插排上面这个电源线烧掉了坏掉了，我们就可以接这个电源线插头来使用。在生活中是不是非常实用呢？以后家里这种坏掉的电饭锅或者是电脑什么的电源线就不要再扔掉啦，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原来这些看似废弃的物品，只要稍加改造，就能焕发出崭新的生命，甚至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操作呢？欢迎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啦。